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，今天要来跟大家谈一谈，在普通病房撤除维生医疗呼吸器的部分。今天的主角他使用的呼吸器是高流速的呼吸器。通常我们提到呼吸器，想到的都是在加护病房 ICU 插管的病人使用的机器。在普通病房也会遇到一些气切的病人，或者是他使用呼吸器的病人。住普通病房时，有需要小型的呼吸器。有些病人因为拒绝插管治疗而使用高流速的正压呼吸器。因为 COVID-19 多了新的焦点，艺人贾永婕因募集342台高流量湿化氧气经鼻导管系统，简称 HFNC， 分送给各大医院，让 HFNC 一夕爆红，成为人人口中的救命神器。通常我们在医院当社工，对于个案的问题，最好能自己去看过，才能充分的掌握。今天我们就来看一则好在有去看过的案例。这个故事是这样的：内科有一床病人肺不好，安宁共照师与家人谈，希望能够撤除呼吸器，能开家庭会议，就跟社工说了一下。因为同事对于这个病房的工作不熟悉，我就带同事去内科病房评估一下个案的问题。这个病人是个长辈，住在3人1间的健保床，床边有生理的监测机器，有1对1的看护照顾，病人和看护睡得很熟，2个人都在打呼。我看了一下个案的血压130，心跳90，血氧有98，不错哦。呼吸器的流速是20 L。我站在床尾，看着个案的呼吸器接法，这个鼻导管好像怪怪的耶。我就走过去看了看，就笑了。我比了一个手势，要我同事上前过来，我就指给他看。此时隔壁的看护发现隔壁好像有人在窃窃私语，就过来看，发现我跟我同事在看个案的鼻导管，就说他掉下来了啦。安德鲁社工师心想，废话，我又没有眼瞎，难道看不出来鼻导管没有正确的插在鼻子中吗？后来我跟共照师说不用开撤除家庭会议啦。共照师问为什么？鼻导管没有接好，血压跟血氧心跳的数值那么好，而且还一直打呼，打得那么大声，一点都没有喘那台机器是多余的吧？第2天机器就移除了，病人又住了1周，平安的出院。大家会觉得这样的状况很瞎吗？其实不会。如果这位长辈使用高流速的呼吸器，谁敢把机器关掉？或是谁敢把鼻导管拿掉，看看病人血压或血氧会不会掉下来？我想应该没有人敢吧，因为没有人敢犯这么低级的错误。医疗上真的
有很多的不确定性，特别是已经走到安宁的时候，没有人敢打包票，一定会是怎样子，或一定会如何。医疗工作有时压力真的很大，医务社工工作每天都在问题中打转，像这样的事真的很少发生。好在没事，机器是多余的，不然就很可怕了。听到广播某某病房急救的警报。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，我们下一次见。